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我们延续了上一节课，我们在讲这个商城的系统管理的部分。今天系统管理部分呢，要来跟大家讲讲关于会员系统的操作与说明。今天可能大家要多点耐心哈，因为会员系统的管理是一个比较庞大，对于这个系统来讲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管理体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操作的提示部分哈。会员列表展示商城所有的会员信息，这是一个今天要注意的重点。第二个，可以通过会员的名称、关键词进行搜寻。如果需要详细搜索，请在左侧栏的这个高级搜索里面进行搜索哈。第三个，会员等级必须在有效积分范围内，否则是无法显示会员等级的。比如会员积分为0的时候，却没有0积分的等级，就会出现这个无等级的状态，这样能明白哈？就它要匹配它的积分部分。那么整套系统里面的积分分为2大类，一大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积分，这个积分是可以用来消费使用的。另外一个叫做等级积分，等级积分主要是用来升级使用的时候来作为判断用的，这个分数叫做等级积分。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会员怎么形成的，它是怎么加入到我们系统里面来。首先，添加会员它有2个概念，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到前台，也就是每一个客户端或者操作端，也就是消费者访问的部分，比如说网页，或者是手机的 Web 版本，或者手机的 App 版本等等。那么通过 App 的方式点击注册，就可以在相应的这个表单里面填写完毕，它就可以完成会员的注册，就可以完成会员的注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后台能不能添加呢？后台一样可以添加，我们只需要点击添加会员这个栏目，那么点击这个按钮以后呢，一样它会需要我们去填写关于你要添加的这个会员的一些最基本的基础信息。比如说会员名称，会员的 email address 就它的地址，包含它的一些登录密码。这边有一个会员等级这个等级等一下我们在讲等级的时候会来跟大家做详尽说明。然后再来它的性别以及它的出生年月日。那最后这边有一个信用额度信用额度这边指的是关于你给这个用户，就我们平台给这个用户的信用额。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写了1万块钱，那么可能这个月这个用户他可以透支消费1万块钱。那当然他有一个还款机制，这个在后面讲资金板块的时候我们会详尽的来做一些解释。好，那么提交以后，这个单用户他就生成了。第二种方式是可以通过批量的方式。什么叫批量方式？就是通过文件文本方式来上传，达到我们可以一次性添加1万个用户、5000个用户、800个用户等等这么多的用户一次性那么添加的时候你可以添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本，你可以下载一个范本去参考。这个范本里面其实很简单，首先你会看一下这个格式。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格式这个格式你可以先填写这个用户名然后中间有一个竖线有一个竖线。这竖线怎么打呢？就是Shift 加分号它就会出现了再来用户的邮箱地址 MSN， 现在很少人用 MSN 所以你可以空着。然后再来就是 QQ， 如果在海外的用户或海外的版本系统没有 QQ 的，你可以让它改成比如说 Line Facebook 的账号或者是说这个叫WhatsApp等等都可以。只要是一个聊天工具就可以便于我们系统去辨别跟联系就可以了。那么后面的格式就是办公电话、家庭电话、手机等等。好，那这些填写完毕以后，就是分为像这样子一行一行一行，各位看到了吗？一行这个就为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客户了。那这就是一个会员了。比如说这个又是一个会员了像1、2、3、4、5，我们就等于批量生成了5个会员了。那这样子填写完毕以后，我们只要直接上传上来就可以了就点击批量文件导入，直接导进来就可以了。那么这边有一个，我们刚刚在看范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没有密码，对不对？
其实呢，密码是在这里统一设置的。比如说我这一批生成出去了，我的密码想要设置为1234566，我们再确认一下1234566。好，那这个批量添加用户的这一批，就是我们现在上传文件的这一批用户，他的所有密码就是默认为1234566，再让我们的会员自己去自行修改。好，这样对于添加会员的部分应该都了解了哈。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列表来看一下哈。我们要提到会员的部分是有分等级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等级的部分。其实等级的名称你可以去给它取名字，比如说公益大使啦、会员啦、代言人啦、天使啦，或者是金牌、银牌、铜牌啦、大学、中学、小学等等这类名词，你都可以自己去取。那它的目的是用来做什么？它的目的是来判断这个会员在我们系统里面的消费值或者是贡献值。通过这样的一个消费机制，我们可以给到不同级别的会员有不同的折扣。有不同会员它会有不同的折扣。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那么设置它的级别有2种方案。第一种是我们手工在给会员进行身份的修改。这是一种人为的形式。第二种形式是我们会员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的消费，我所获得的等级积分，我来升我的级别。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升级到公益代言人，他的消费折扣就是85折，有没有看到？我升为天使，我就可以消费购物65折，这表示这个人买的很多啦，可能是个批发人员等等的。那当然我们就不去评价这些就是我们把这个功能大概讲清楚就可以了。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分下限指的是我最低分为0分的时候，我上限分为2599的时候，这个级别我是普通会员，就是刚注册的这个级别0积分就可以达到。再来就是公益代言人，这是他的上一个级别，就是为了拿85折折扣的，那么他的下限规定是2600分，上限是4999分，这时候他买东西就是85折了。这样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增加更多的级别可以赋予它更多的条件。好，我们刚刚来看到这个特殊会员组特殊会员组的意思其实很简单，特殊会员组的意思是指这个会员如果是特殊会员组里面的成员，那么它是不会随着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折扣表来有任何变化的，不会的。你给它定死是6折，它就是6折。你把它定成这个叫 50%、 50%， 它就是 50%， 它就是5折，就是这么简单。这叫特殊会员组OK。好，那实名认证不用再做讲解了吧因为现在基本上在全球任意的一个国家地区都会要求做这种Internet 的经商类的所有消费者的身份都是要实名认证的。其实这样也好啦，这样可以让我们每一笔消费透明，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储值的一些金额可以有所保障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好，我们再看一下注册选项的部分这里都没有打开对吧其实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这个菜单栏目。我们来假设一下我们今天来显示这么多的你需要你的客户去填写的一些数据那么你只要打开这些以后或者添加以后，它就会出现，这就你会要求你的用户去填写这些资料的意思。那刚开始我们可能流量比较少，我们都会先关闭，是为了要让客户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快速的注册，不用这么繁琐的去注册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暂时先关掉，除非你有特殊的一些信息字段的要求，希望你的消费者填写，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这个功能那么这就是注册选项的部分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会员列表里面来。好，现在大的这个板块大家都了解，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来管理这个会员。好，那么整个会员其实我们可以去查看它的相应资料。假设我现在要看这个133这个会员，我可以点击查看它的材料。好，那其实进来以后，关于这个会员的所有详细的资料，我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从填写资料的部分，跟他的可用资金、他的等级积分、消费积分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收货地址有几个啊，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以后便我们客服在做答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快速的方式去为他进行解答啊，或者是为他修整一些事务啊。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用户去设置一个budget，就是设置他的这个额度啊，比如说他的额度是1000块钱，账期比如说30天，那就是30天的账期啊。那么信用账期缓期的期限，比如说10天啊。OK， 那么这1000块钱30天内没还，我们给他的10天的这个缓冲期，但是这10天他是不可以下单的，这样明白了吗？好，那这一个账目明细的部分，就是关乎到这个会员的所有消费明细，还有他的积分明细，他的所有的操作记录明细都会在这个账目明细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详细方式来查看一个用户的详细资料。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会员整合系统哈。会员整合系统的这个板块，我们是采用插件的方式来进行的你可以去安装这2个插件。但目前在全球用的比较多的2个类型的商城系统一个是DSC Shopping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叫 Ucurrent UC 啦 UC 什么玩意儿不管。反正大概就是这2个系统是目前在全球用的比较好的2套商城系统。如果说在未来有机会你跟不同类型的商家、商城或者是 partner 合作，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如果他是使用这2种系统的话，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使用这2个插件，快速去整合这两种类型系统的所有的会员可以快速。 OK，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3个小板块。讲这个第3个小板块讲的就是关于这个会员留言的部分他们在前台留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并且可以进行回复。OK， 好，那么充值的部分也分为2类一类是在前台，就是我们会员自行充值的。另外一个层面呢，可能就是我们线下在我们的服务站或者实体店，或者是通过公司转账方式，我们就可以让财务在后台去进行这个操作添加进行操作添加。那么在添加这个充值的部分呢，老师会给大家一个建议除了会员名称跟金额以外，我们会希望管理员进行备注，包含这个会员会进行描述，因为手工的储值跟系统本身的这种接口储值一定会有很大的区别。系统储值可以快速并且规律的处置一些充值，但是如果人为处置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些猫腻或者是疏忽，所以基本上老师会建议你们在开设管理员账户的时候，最好是1人1号，不管他的角色一不一样，最好的还是1人1号的开设这样的权限。比如说财务的管理功能是一样的，他们虽然有3个财务，但是还是建议你财务的权限还是以3个账号的形式来体现给3个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如果有任何系统上或者是操作失误，或者是有一些资金流向不明确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可以快速的去查找到什么原因、什么人、什么时间段操作的。OK， 这个充值的部分是老师给大家的建议那么提现的部分也是一样，提现的部分也是可以通过前台会员自行提交，也可以由后台的财务管理人员来进行手工提交也可以。这里再次强调，也是希望是1人1号管理员的话那么也最好写一下描述吧，最好写一下描述。OK， 这个就是关于整个会员的充值跟提现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管理部分这边的资金管理部分比较简单，采用的就是搜索方式，条件搜索方式来进行那么可以通过条件搜索方式来找到你想要去查询的会员的一些状态跟资金情况查询以后下面会出现列表，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来尝试一下吧。好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你就可以开始进行查。OK， 好，我们再看一下收货地址，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收货地址讲的是每个会员的一个
收货地址的总览表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会员的白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信用期的部分啊。好，那这个是会员的征票资质，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国地区的这个商家跟会员的哈。但是呢，在海外应该有一些某些特定国家地区也会有增值发票的概念，这是为了管理便于开发票的时候，然后请这个会员自行填写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资料，就不用再私下去跟会员去索取，就不要弄得那么复杂啦，在管理上面。好，这个是注册项的设置哈，这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然后再来就是短信群发。短信群发其实是需要去对接相应的这个 SMS 的短信服务的提供商，那跟这些service provider 对接的接口，我们在另外一个板块叫第三方服务接口板块会做一个技术性的详述说明。好，那这边的群发短信是可以通过函数发送，也可以通过不同级别，也可以通过函数设置来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会员去进行短信发送，可以群发的意思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快速搜索，我们有这么多会员 ，OK， 那我全发吧，那 OK， 那就全发吧，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啊。那记得要保存记录哈，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工作人员发了什么好的短信或者不良短信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短信的一些记录可以来进行管理跟记录。那这个就是整个的后台管理跟这个会员的部分。好，那关于前台的这个会员的操作使用说明，我们会另外在其他的章节里面会去讲，因为会员这个体制说真的它是非常繁琐的一个体制。那具体的我们把前端的这个会员中心的部分，另外再找时间来录制课程给大家。今天的商城系统管理的会员篇就讲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给老师写 email， 或者是在 YouTube 下方给老师留言。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记得要点赞。老师不太会讲这句话，但是我感觉你还是支持一下老师吧。拜拜。